好 ，iPhone Air 的第2代现在已經有爆料消息傳出來，可能會有的更新。那這次的銷量呢，現在有報告出來，其實是出奇的差。那我們分析出，其實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嘿，大家好，朋友，那我們今天的新聞會分享我們對 iPhone Air 現在傳出來目前的銷量的看法。那還有2則新聞呢，也講到未來 iPhone Air 第2代的更新可能會有什麼多出的功能，還有蘋果可能會延後這一台機型的原因。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那首先講銷量的問題。那新聞出來呢，就是說這一次 iPhone Air 在總共 iPhone 17裡面的銷量裡面只佔5%，其他所有的 iPhone 17的入門機型，然後包括它的 Pro 還有 Pro Max 呢，佔了95%的總共銷量。那這個以我們 iPhone Air 要取代的機型 iPhone Plus 來講呢，其實對比起來並不算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但其實這個某些方面可能也反映蘋果出這一台機型的策略哦。因為從其實 iPhone 15到16代開始，蘋果漸漸發現到 iPhone 的數字系列已經侵蝕掉一些 Pro 系列的銷量。那這個原因呢，與其說數字系列的 CP 值非常高，那我們不如說其實近幾年的 Pro 系列沒有太大的長進。那直到今年呢，雖然更新上也沒那麼多，但至少它的外形做了非常大的更改，而且做一個非常亮眼的顏色。那這對比我們先前的預估跟判斷，或許市場上對於新 iPhone 機型的這個吸引力很單純，就只是在它的外形設計有沒有做更改而已。那另外一個策略面看來呢，會不會像我們先前講的一樣 ，iPhone Air 這個機型的推出來，然後同時墊高的價格，它的目的性就是在於希望讓更多人去買 Pro 系列的機種。那這個會不會是蘋果本來原本想要導流的策略？那其實以分析上看來啦 ，iPhone Air 它的價格比先前的 Plus 系列高出了$100，但是在任何的規格，我們排除它的重量跟它的厚度之外呢，你說在相機的規格、螢幕大小的尺寸啊，還有它的電池續航力，基本上所有實際上日常應用上的規格呢，它其實都是比 Plus 系列還要來的差。那如果今年蘋果出一個比較輕薄的數字系列版本啊，同樣叫它 iPhone 17 Air 啊，或是 iPhone 17 Plus Lite 什麼的版本的話，那很容易讓大家在看這個型號的時候，直接去跟上一代的型號去做一些規格的對比。那所以我們自己的猜想蘋果策略就是直接把17這個數字拿掉，讓它成為一個全新的機型。那你的目的性就是有點混淆视听，想讓大家不覺得說它是取代 Plus 的機種，然後同時在價格提升上面，讓大家完全以一個這個是一個全新系列 iPhone 的方式來看它。某些方面看起來好像一開始是有奏效。那蘋果在 iPhone 17全系列出的時候，他們應該說花非常大的資源在推這個機種。那甚至很多高層在出來講話的時候，有跟大家說，我覺得今年非常難選哦，可能大家會不知道要選 Air 機種還是選 Pro 的機種。但其實我們懂人都知道這個非常的好選。那其實從蘋果一開始花那麼大的力道來打這個產品的這個角度看來，我覺得他們自己本身內部的市場分析應該也會覺得說這個機型不會賣得太好。看起來這個障眼法的效果，大家還是不買單。那我個人分析，其實最大的問題不單純只是在它的規格，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它賣不好，就是它貪婪的價格定位。那以它比先前的 Plus 機種還高$100的這個定位，但是它的續航力啊，還有它的相機規格，還有你在實際上使用要帶來的妥協，其實是非常的多。那尤其在現在這個時代，你今天不要講說蘋果自己系列的產品啊，其實很多人就直接拿它對標16E的機種，那16E的價格跟它的差距也是非常的明顯。那我們看到任何其他陣營的手機有沒有人敢說出到這個價格的機種，然後只配單顆鏡頭，然後給這種螢幕尺寸跟續航力的？其實是完全沒有，因為這個在市場上是大家就是不會買單。那蘋果可能想借由自己的品牌力，然後甚至這種行銷的這種魔力來看說，也沒有辦法讓大家會吃下這個產品。那看來真的是沒有辦法。那其實在剛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有做分析啦，以這個$1000的價格，那台幣來說呢，它定價在37000左右，我覺得是完全高出它的價值。我們自己的分析，如果它要在市場上比較有接受度，那至少要在3萬塊台幣以下。那我們覺得台灣的定價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哦。那我們看到 iPad Pro 跟 iPhone Air， 它在美金的定價是一模一樣，$999，但是 iPad Pro M 的版本在台灣的售價呢是32900，但是這台 iPhone Air 就來到了36900。那這1個多月之間的匯率變動，說真的也沒有大到這麼大的差距。我們也不太了解說蘋果在台灣這個定價策略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方向，因為如果它一開始的入門就起始的價格是定在台幣32900來講，那以現在外面市場上開始慢慢跌價，它應該就會差不多跌到3萬塊以下。那這個我覺得會對它的銷量有非常多正面的影響。那我們自己在使用的情境下面呢，蘋果妹也試着把它當成主力機用了一段時間。那其實我們旁邊在看它真的是很努力想要愛上這只手機，因為它的輕巧、它的輕
輕便，還有這旁邊這個邊框的這種精品感，我覺得是蠻多人會喜歡的一個原因。但是以我們的使用情境，已經都很習慣說，至少有超廣角鏡頭，有這樣的配置都是更方便。那另外一點就在它的續航力上面，那即使蘋果說它的續航力怎樣的好，但是在你實際日常使用呢，它就沒有辦法真的這樣子呈現出來。那其實這樣機型在市場上，我覺得要比較有競爭力，尤其又是這樣單顆鏡頭的配置，做的超薄真的不能當成是一個多大的賣點，因為這不是一個多困難的事情。但如果這樣的配置呢，你價格能在大約$800，大約26000、25000左右的話，那我個人會比較有理由去推薦它一點。好，那我們就快速來講一下现在的2個爆料。那第一個就是講到說，他們現在已經在講 iPhone Air 的第2代上面會配置雙鏡頭。那這個我覺得是本來就應該有的配置。我們看到在三星的 S25Edge 上面，它就直接配了一個2億畫素主鏡頭加上一個超廣角的鏡頭。那雖然整體厚度稍微厚了一點點，但是重量上其實差距並不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果今天要用 Android 系統的話，出席一些活動啊，要拍攝一些很快速使用的這些 Reels 的話，我反而會抓緊那支 S25Edge，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輕便。我今天要双機使用、双攜帶的時候，它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機型。那其中一個大重點就是它有超廣角的鏡頭。那我們在一些產品發表會的時候，有時候它其實現場會場的空間是偏擠一點，那有這個超廣角鏡頭才可以讓我們拍出一種好像在使用產品的這種情境感。所以呢，現在 iPhone Air 的第2代說會再搭配第2個超廣角鏡頭，那我覺得這個是本來就應該有的配置。你今天不要為了說，可能想要省錢，或者說不要讓大家去聯想到這個是一個比較高價版或是一個減配版的 Plus， 然後刻意去改掉名字，然後去減掉這些配備。那其實你也知道，在市場上的需求是什麼，大家的主流基本上都是雙鏡頭，一定要有一個超廣角鏡頭。那你在 iPhone 16E 上面單鏡頭的配置，它本來就取代 SE 的入門機種，大家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今天進到這種年度旗艦機的系列手機的話，真的我覺得上面的基本規格已經不能再縮減了。那下個新聞就很有趣，也是關於 iPhone Air 的爆料。他們說，因為這一次今年的銷量真的太差，那蘋果可能會把它轉為2年1更的產品。那有一個報道也比較深層的分析啊，就是說本來是希望把它變成一個年更的產品，但以版的計劃來講呢 ，iPhone Air 的第2代原本可能就只是簡單做個處理器的升級啊，或是主鏡頭的小升級，還是維持1顆鏡頭的方式來販售。那其實這個也遵循蘋果過往幾年，不管是數字系列或是 Pro 系列的這種模式，很多時候他們隔年的升級的造型都不太會有任何的改變。但如果现在今年這支手機的銷量已經那麼差的話，明年再玩一樣的方式，可能它的銷量只會更慘。那如果把它改成2年1更，就把明年本來要出的那個機型先取消掉，等到第3年的時候再把它改成一個全新的設計，雙鏡頭的設計，或許對它的銷量會有一點提升。但我覺得這個又碰到另外一個問題，2年後大家的入門機型或者說大家的中階機型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那大家都看到蘋果出這個超薄的機型，他們也走這種方式，但是他們的配備又更加好的時候，那你說到 iPhone Air 第2代，如果真的要到2027年才推出的話，那距離到現在中間這個時間差，大家的中階機種、超薄機種又會做得再更好。那如果真的要拖到那麼久以後，然後你做的升級還只是加一顆鏡頭的話，我個人覺得可能市場也不太會買單。所以他講回來，我覺得就是蘋果應該要知道，就不能再用以前這種方式慢慢擠牙膏，反正就是用你的品牌力，一直去推一些市場上大家很容易辨別出來它 CP 值沒有那麼高的產品。到了現在競爭越來越多，那消費者越來越精明的這種情境下，我就覺得你應該在本身產品的本質跟基礎上要做得再更好一點。那講白了就是回歸原點啦，你要產品賣得好，你要市場買單，就是它的競爭力要夠。那個人是不太希望看到這樣的產品類型走向取消啊，但你真心希望我們看到今天產品在革命改變的時候，不是只是單純把它做得超薄，而是說我們在做更薄的時候，我們又能放入本來既有的規格。那我覺得這個才是讓人感覺到有世代革命的地方。那再來就是在 AI 上面2年前已經發表，已經說好要做出什麼產品，或許可以投資更多在那個上面，不要像現在很多新聞講出來，蘋果 AI 的落後就單純只是並不想花這個錢去投資，那這個是非常可惜的地方。OK， 那我們今天就新聞快速跟大家分享 iPhone Air 這一支，不管它的市場銷量，還有現在的爆料，那我自己對它的期許啊，還有覺得它可以進步的地方在哪裡 ？OK，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一起討論。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我是彭總，下次見，拜。